象棋高手往往行棋不仅心思缜密，而且还特别喜欢揣摩对方行棋的意图。本局棋我们继续延续屏风马的飞刀变化，大家也不妨来看看，换作是你的话，在中残局能不能巧妙的见招拆招呢？红方冲兵中路进攻，黑方乘势再度挑起战端。那么在当前这个局面呢，前面两局红方都是快速中炮盘头马，本局棋呢，它走的是出车的走法，借助先手捉卒把这个车给杀出来，黑方小卒过河，再度退车捉。那么即便这个卒要丢的话，咱们也要牺牲的稍微有价值。黑方飞象提前布防，快速出车。那么在这里我们也首先说明一下，红方一旦平车吃的话，占据中路，势必他将来中炮盘头马在这里就稍微有所牵绊。接下来红方是快速出子，黑方亮车，红方也平炮，目的是也要把九路车给杀出来，同时借助先手捉炮。这步棋呢，咱们需要小小的借鉴一下。快速出车，当你平车捉的时候，正好进炮巡河，将来既可火力集结形成闪击，同时也在巡河线一带形成稳固的防线。红方跳马，黑方提前埋伏，接下来再度跳马。那么在这里也是一个巧妙的小小的引诱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马占相位的话，可攻可守。最关键的是，既有马三进四，还有马三进五。咱们感觉可以充足的话，但是这里这个炮就脱根了。红方既可以踩着石头过河，当然他也可以先手进车吃炮，然后后手跟你对子。如此的话，这里这个马还活通出来了。所以说在这里啊，黑方还得要巧妙的构思一下。我们不妨来看看，黑方这里走了一招啊，先手平车，双车叫杀，通过这个巧妙的腾挪顿挫，接下来再度冲卒，这就稍微有所不同了。如此的话，正好可以炮借车形成炮架，守住巡河线。小卒威胁马的话，红方他还不好强行上马，因为即便是这样一走的话，黑方可平炮直接给你打掉，红方再度打的话，看起来是交换，但是黑方是有后手。如此一上马的话，下一步棋上马踩兵的话，这里威胁红方这个车。那现在车在这一条线上面是立不稳脚，这样的话，这个炮就容易脱根丢子。好，这是我们一个演变。那么在这里红方上马的话，得不偿失，退一步继续保留实力。接下来黑方冲卒，红方进兵。那为什么他要走这一步棋呢？我们不妨来看看，你能不能洞察出红方的心思呢？他是引诱黑方进卒一吃的话，正好平车杀掉卒，松开马腿踩车，同时车捉马，形成了捉双。那现在红方如此招法的话，黑方想要保留实力，就只能退车回来，形成一个防守。他再度进车压的话，而且先手又捉炮，那这样的话，红方是步步抢先。好，我们来看看黑方是见招拆招，进炮，提前瞄着马，就不上你这个当。现在是两个抢你一个，他是两个守住中了这个马，但是这个马呀，目前来说备受困境，继续找突破口。黑方不理会，加大火力输出，车马炮三个抢你一个，你这里是车马两层守护，很明显黑方容易得子。那么我们且来看看接下来红方如何巧妙化解这个困境呢？他走得非常的顽强，平炮打车，黑方避让的时候再度冲兵威胁黑方这个车，平车一吃，此时他把这个
马给跳出来了。如此的话，巧妙的解决了这个困境问题。那可能我们会认为，现在这不是双车吃马巧妙得子吗？但是你这里先手一吃，平车一交换的话，那现在的话，黑方这个车至于巷口，他的二路炮就脱根了。红方有后手车8进3的话，得回失子。原来他的小心思是在这里。那么在黑方看来，这都是已经识破的招法，选择回马踩双。那现在的话，这两个必定要丢一个。既然要弃子的话，红方就选择抢攻。进炮破象一将军，咱们飞象一吃掉，接下来进车一吃象。那你吃我马，我将来可吃炮。但是在吃炮之前呢，红方采取平炮中路。那么在这里，在前面我们也讲过，一炮破双象，其势必英雄。它也是为后续的进攻提前做了一个巧妙的牺牲。当然，缺象怕炮也是黑方的缺陷。那么在这里，接下来下一步棋可平车抽炮，同时也有平车吃马威胁黑方这个车，黑方必然要避让一手。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讲一下，一旦你缺象的话，势必要避开红方这个炮来袭击。如果说缺势的话，咱们象棋奇言有云，缺势怕双车，咱们就要巧妙的快速跟对方对车，削弱他的进攻。那么好了，如此的话，他只好选择平车吃掉炮，先得回一个失子。接下来黑方是巧妙运子，步步暗藏杀棋，平车捉马，暗藏吃底象。红方回马守住底象，扣上当头炮。如此的话，跳马挂角一将军的话只能出来。那么接下来车马炮3子围攻，他是守不住的，赶紧进车，提前在这里防守。黑方厉害的招法，借将助攻，形成典型的铁门栓，直接逼迫底线。红方只好避让。好了，走到这里，接下来咱们来看看你能不能杀进去呢？必然是平车一将军，他有称势还有平炮。我们分别来看，如果说称势的话，进车一砍一将军的话，红方不能进去，也仅此一招。如此的话，咱们再来一个进车砍底士一将军，红方很顽强，退炮防守。那现在的话，你既可以吃他车，然后后手吃炮。当然有杀先看杀的话，捆住了对方的子力，咱们就只需要最后的小小的一刀。那现在的话，红方无论怎么走，他也只能顽强的把车吃掉。咱们平车一吃炮的话，就是直接杀棋。好，我们再度返回来，我们来看看在当前这个局面呢，黑方平车将军的时候，红方他还可以平炮挡枪啊。那如何爆破呢？依然是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。进车砍炮一将军，红方仅此一招，尝试吃掉车。接下来再度进车砍底士，请上2楼。此时跳马一将军，目的是把这个车给抽掉。那现在如果说他回中路的话，平上马一吃，即便是你平车吃掉马的话，退车一将的话，把老帅给定位，同时将军还带着吃这个马。如此的话，黑方是有车马炮3子，红方是一个单车，必败无疑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当然呢，黑方跳马一将军的时候呢，奇绝的走法选择飞象挡一手。黑方上马一吃车，红方平车吃掉马。接下来退车一将军，那退士的话明显是白送。接下来如果要吃马的话，这很明显呢是不成熟的表现。咱们有杀先看杀，
一旦跳马的话，下一步棋品车一将的话，借马生根，直接杀棋。那现在你退士的话也是白送，靶向飞开如何呢？同样如此，平车一将只能来中路回马将军，马后炮。退士也是必然的招法，马炮双将，直接杀棋。可谓是巧妙的看出了对方的心思，步步设防，层层见招拆招。